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川菜里的传统名菜麻婆豆腐。麻婆豆腐是川菜传统24味型当中麻辣味型的代表菜。有很多人呢喜欢说这样一句话，叫菜无定式，适口者真啊，就是怎么好吃怎么来。但这句话呢，在麻婆豆腐上其实并不适用，因为麻婆豆腐呢是成都的陈麻婆总店注册的一个商标菜品啊，只是把这个权限开放给大家了，所有的饭店也可以叫麻婆豆腐。但是认真来说呢，麻婆豆腐是要有它独特的做法和独特的要求才能称之为麻婆豆腐。我们把这个要求呢简单称为8个字，叫麻辣鲜香酥嫩烫坤。麻辣鲜香很好理解，酥嫩烫坤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详细讲一讲。首先在选材上呢，我们要选择产自于四川汉源的大红袍花椒，花椒面一定要现备现用才能够符合这道菜的要求。如果花椒面保存超过1星期以上呢，麻味会大大的挥发，就不足以达到这道菜的标准了。那在超市里直接买的花椒面呢，就更不要用了。铁锅全程开中小火，慢慢把花椒煨香，煨到大概深红色或浅棕色的时候，用手检查没有明显的水分，晾凉之后呢，再用打碎机打碎，过滤网筛掉大块的花椒壳，这样呢能避免粘嗓子。之后呢，花椒面就制作好了。麻婆豆腐里边的酥指的就是牛肉末。麻婆豆腐的要求就是使用牛肉末，边酥边香。那有人问可不可以使用猪肉末呢？也可以，但是使用猪肉末呢，那您就不能叫麻婆豆腐了。可以翻看川菜的老菜谱，里面有道菜叫麻辣豆腐。全程用中小火把牛肉末边酥边香，煸至酥香吐油，呈浅棕色。酥这个概念呢，和脆是不一样的。酥可以指酥烂或者是酥脆，脆一定酥，但酥不一定脆。酥指的更是一种通透感，一敏即化的通透感。最后呢，我们再给牛肉末烹一些花雕酒和毛毛盐。按原来老菜谱的做法呢，这个时候是不起锅的，直接和下面的豆腐一起烩出来。但是现在几乎所有川菜厨师的共识就是把牛肉先打出来，最后再下进去，更能体现了酥香的特点。想要成菜完整的豆腐呢，我们选择的是中硬度的石膏豆腐。如果要是嫩豆腐呢，有点太嫩了，很容易碎。但是硬豆腐呢，吃起来又不够滑嫩，这个石膏豆腐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中和。豆腐要切成2厘米左右的方块，要有一个焯水的过程。一来是去除豆子里的豆腥味，二来是水中的盐能使豆腐里的蛋白质迅速凝固，在后边烩制的过程中呢不易碎。再次开锅后，把豆腐打出来，放在原汤中保温。麻婆豆腐上面绿色的不是葱花，而是青蒜。我们把青蒜轻轻拍一下，便于成熟。把梗和叶分别切开，可以切成方块或者是马蹄块。叶和梗要分开来切，因为在下锅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关于麻婆豆腐还有一个争议性比较大的问题，就是放不放姜。根据陈麻婆豆腐自己的说法是不放姜的，因为姜的味道比较重，容易盖过别的味道。那么葱要不要放呢？因为我们这里已经有蒜苗了，一般来讲呢，蒜苗、韭菜和葱属于同一类的调味品，我们这里已经有蒜苗了，就不必要再放葱了。但是现在这个蒜苗可能也没有以前味道那么重，所以呢，我们补一部分蒜末来增加它的香味儿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川菜之魂郫县豆瓣酱。郫县豆瓣酱呢要提前剁一下，因为里边有整个的辣椒皮，如果你不想被辣椒皮粘到嗓子的话，确实是要剁一下的。我们看这个豆豉的量也非常大，在川菜中呢有豆豉去草腥这样一种说法，所以凡是用到牛肉或者是兔肉这样的草丝的动物的时候，我们一般是会加些豆豉的，而且这里的豆豉的量非常大，才能够给这个麻婆豆腐增香。很多人做麻婆豆腐颜色不够红亮，味道也不够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只加了郫县豆瓣，但是没有加辣椒粉和花椒粉。这里呢，这个辣椒粉一定要加一些来提辣提色。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备好的花椒粉。麻婆豆腐主要的难点是在于水芡和油的比例，芡汁要完整的包裹在原料上，上面呢靠的是一层油来给豆腐保温，也就达到了我们烫的这个特点。菜油和猪油加在一起总共是75克，再加上200克的鸡汤，加上少许的盐和味精兑在鸡汤里。我们要准备1碗水淀粉来给麻婆豆腐勾芡，这里我们选用的是生粉，生粉是一种未经提炼的马铃薯淀粉，粘性比较强，这样能够让汤汁完全裹在豆腐上边。如果用玉米淀粉的话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泄芡，在搅动之后呢，这个芡会变得稀汤寡水，这个就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了。
很多人有一个误解，就是说麻婆豆腐是一道汤菜，但是麻婆豆腐呢，它不是一道汤菜，因为它是没有汤汁的，它只有芡。这个芡要完完整整的包裹在原料上面，把这个味道完全包裹在豆腐上面，才符合这道菜的制作要求。油温不要太高，我们中火先把豆瓣煸香。之后我们再下入豆豉和蒜末，把香味完全煸出来。在锅还有余温的时候，我们下入细辣椒粉，让这个颜色和味道完全被释放出来。我们顺着锅边倒入黄酒和酱油，酱油也要通过锅边的高温，把里面的焦香味释放出来。这个时候倒入刚才兑好的鸡汤，转大火烧开。我们把刚才焯好水的豆腐沥去水，倒入熬好的红汤当中，充分的吸取红汤的味道，大概小火烧3到5分钟。我们同时在旁边把砂锅烧热，为的是上菜时候更加美观。已经小火烧了4分钟，这个时候的汤汁明显变少了。我们下入备好的牛肉碎和蒜苗的根部。麻婆豆腐总共要勾3道芡，我们在勾芡的时候呢，要尽量用淋的方式，让芡汁均匀地洒落到整个菜品当中。为了保持豆腐的完整性，我们只能用炒勺的背面来推豆腐，用炒勺的另一面来舀豆腐的话，非常容易破碎。这个时候我们勾第2道芡，让芡汁继续收紧。在第2道芡和第3道芡之间，我们下入刚才切好的蒜苗叶，最后再勾第3道芡，淋少许的花椒油作为明油出锅，把豆腐盛在刚才烧好的砂锅上，能够出现滚滚冒泡的效果。最后再撒上备好的花椒粉，这道菜就完成了。